大家好，我是技術人 Ron。相信大家最近都一定有聽說 AI 相關的消息，比如 AI 推翻了某某產業， AI 浪潮下很多人會失業等等的，甚至是遊戲產業都受到不少的衝擊。但真的是這樣嗎？具體是怎樣的衝擊？又是哪些人受到衝擊？我想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。這邊我想先講一下我個人的觀點。我認為 AI 產業不會全面取代遊戲開發者，但它確實正在大量淘汰中低階或是助理的工作。為什麼？那我想借由今年剛從 GTC 發布的遊戲產業現況報告的數據，結合我個人的實務經驗，來聊聊 AI 對於未來遊戲產業會有怎樣的影響。以下的內容可能會偏向主觀判斷，請各位斟酌參考。首先，我們從文章可以看到，目前使用 AI 的從業者有 36%， 高度集中在商務、管理、發行、行銷與資源單位，而實際一線開發者使用率只有 30%。這表示 AI 最先衝擊的是輔助、行政、基礎溝通類的角色，因為 AI 工具非常適合處理高度統一性且可以被定義的工作項目，比如整理報表、PPT、寫文案、產一些堪用的宣傳圖等等的。那這些剛好就是這些職位平常要做的事情，所以可想而知，這些職位在未來会大幅的縮減。舉個我真實的案例，我自己有遇過一個營運，他的職務是掛大數據分析師。那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從我們自己的後台上抓數據下來，整理成 Excel， 並且跟老闆報告。然後他每次分析的結論都是研發部做遊戲太爛，所以才賣得不好。然後我就問他，那怎樣做才對，或是說做怎樣的題材才會大賣？那他就會把問題丟回來給研發部說，開發遊戲就不是我的專業，就完全不知道是分析三小。所以這個人對我來講，他就只是一個整理資料的人而已，沒有辦法提供什麼有用的建議。所以當 AI 出現之後，可想而知，這樣的角色勢必就沒有存在的必要。OK， 那回到報告上，那 AI 對於其他職位的人就沒有衝擊嗎？我們可以從文章看到 ，AI 在遊戲產業中實際用途大致上有幾個：研究、腦力激盪、日常工作輔助、程式輔助、原型製作等等的。從這些用途，你就會發現 AI 在關鍵角色上，它並不是取代，而是輔助，讓該角色的產值增加或翻倍。但 AI 沒辦法直接產出有價值可用的東西，它還是需要由人去判斷跟決策。所以對於高階人才而言， AI 只是提供更快、更便宜、更穩定的助理角色而已。那真正被壓縮的是誰？那就是這些中低階的人才。這些人才通常擔任助理的角色，比如初階企劃、程式美術、行政助理、客服人員、資料整理等等的職位。因為在以前來講，高階人才會需要專心處理困難的問題，但有時候還是需要花一些時間來處理瑣碎的事情，比如行政、人事或是技術較低的需求。所以他們會請幾個助理待在身邊，順便慢慢教他們怎麼做，以便把一些工作分擔出去。但我就以我自己身邊听到的實際案例來說，許多中高階的人才都曾經对帶人感到心累，不太想帶。但有些事情還是需要人力來做，所以主管或者老闆即便不想，但他們還是需要培養新人來補充人力。但 AI 出現之後，就等於給主管或老闆一個替代的解法，加上培養人既費時又費力，遇到不好的又要花時間處理，好不容易教會了也有可能待不久。這些種種的推力，導致主管或老闆更傾向從 AI 尋找更靈活的替代方案。所以這篇報告內也有提到相關的數據， AI 對於新鮮人或學生來講衝擊是最大的，而且大多數的學生對未來都是感到悲觀。相反，高層對於 AI 出現都是持比較正面的看法，原因就如同我前面講到的。那講到這邊，可能會有人覺得身邊沒有發生類似的狀況，這些都是國外的事情，距離他們還很遙遠。但我必須坦白講，那是因為台灣有勞基法的保護，公司不能隨便資遣員工，所以相較於國外來講，衝擊會比較延遲一點。這邊就舉一個我近期聽到中國那邊的案例，這個案例是中國那邊的老闆確定 AI 可以降本增效之後，原本大概40幾個人團隊，就直接砍到剩10幾個資深有能力的工程師，然後找幾個應屆畢業生負責打雜，剩下全部交由 AI 來接管。那這個裁員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沒有什麼資遣費，說砍就砍。另外還有一點是我個人認為未來台灣可能受到影響的原因之一，那就是我們長期以來的教育模式。這邊先講清楚，這不是說台灣的教育不好，而是台灣的教育體系偏向培養執行與配合型的人才，而非創造者 creator。這樣的模式在過去其實非常有效，因為產業確實需要大量能夠穩定執行任務的基層角色。但問題在於，在 AI 的浪潮下，這種你講一步我做一步的特性的人才，正好是 AI 最容易吃掉的部分。以我自己的實務經驗來說，無論是在專案合作上還是团隊管理上，我遇過不少人，他們就有這種特性，高度依賴明確的指令，缺乏主動判斷與決策的能力。而當 AI 可以同時做到快速、穩定、便宜執行這些任務的時候，這樣特性的人才在結構上就會相對的吃虧。OK。上述這邊大致講完 AI 對於產業的衝擊之後，我想大家一定都很不安，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辦。其實我也是，我們都一樣面對這個 AI 的浪潮。那接下來我就以我個人的經驗分享一下，我認為未來個人應該要把握的重點。首先，
你一定要盡可能去學習 AI 工具，而且不是只是看看影片，然後在工具上打幾個字，讓 AI 跑一些分析或生成圖，就覺得自己會使用 AI 了。而是你要真的頻繁的使用這些工具，將這些工具盡可能內化成你的工作流程。比如說你要某個東西，你知道找哪個 AI 做比較快，或是有一些工作你已經交給 AI 處理，自己去處理更重要的事情。第二個，技術底子不能懈怠。很多人以為靠 AI 工具就可以把東西做好， AI 工具產生出的內容多少都有些穩定性的問題，甚至你看到很多教你用 AI 做遊戲的課程，做出來遊戲大概只能用來 demo， 還沒辦法商用。但你想要往上提升到商用等級的時候，你會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該怎麼修改，也不會修改，因為全部都靠 AI 寫的，而你自己本身沒有相關的技術。第三個，在 AI 工具盛行的潮流下，技術不再是強力的護城河。當然，對於高階或頂級的人才來說還是如此，但對於中下階層人才來說，除了技術之外，你還必須掌握3種能力：創造力、商業思維、人際交流。這3種能力對於 AI 來說是無可替代的。其中創造力自然不用說， AI 只能做到天定形式，沒辦法創造東西，最終還是需要依靠人力去發想，但不是只會想而已，你還需要第2點的技術底子去支持你的創造力。然後光有創造力還不夠，你的遊戲做出來好不好玩，賣不賣得動，要賣給誰，這些都是需要有一定的商業思維的，不然你創造出來的東西它沒有價值，也沒有意義。接着不管怎麼樣，你在工作上、業務上或是社交聚會上，你多多少少還是需要跟別人交流，因為 AI 沒辦法幫你談案子，幫你去跟別人交涉，所以人際交流必不可少。最後，我想分享一下我個人的感想。我認為2026是一個關鍵的年份。有些人可能會覺得，接下來是00後要整頓職場，所以公司應該要聽年輕人的，調整政策之類的。但現實狀況剛好相反，反而很多老闆開始積極的導入 AI， 甚至有一些有能力但規模還小的公司，乾脆就直接走1人公司的模式，因為找人的成本很高又很麻煩，那還不如直接訓練 AI 就好。但 AI 出現也並不全部都是壞事，因為 AI 會消除年資跟經驗的壁壘，特別是那些資深但能力跟經驗都沒有成長的人。在 AI 的加持下，新人跟資深的差距會被縮得很小，反而是那些有經驗、平常有在認真學習的人，在 AI 的加持下會跟其他人差距拉得很大。最後，我個人建議，接下來的 AI 發展速度會越來越快，可能在2027年的時候，上述的結論就會被推翻。但我認為，對於開發者來講，甚至是一般工作者來講，最核心的本質是不會變的，也就是創造力、商業思維、人際交流這3點。不管是做什麼工作，只要磨練好這3個能力， AI 工具再怎麼進化，你在未來還是有足夠的競爭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內容。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，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。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。